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比较多啊，一个是拜登总统说从来没有撤出美军的好时机，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开始显现，第三个是吴亦凡强奸案批捕啊，然后高晓松也惹上麻烦。我们后面这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讲，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讲啊。我大概知道一下啊。5个星期前，拜登总统说，无论如何你都不会看到有人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屋顶上撤离啊。事实上，阿富汗现在就是在发生这件事情。那么就当前阿富汗的局势，美国总统拜登8月16号在白宫发表讲话。我把拜登总统的讲话的一些要点提出来，我就不重新概括，我觉得重新概括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啊，我就原汁原味读他的原话，可能会更清楚啊。第一，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聚焦反恐。第二，经过20年的时间，我深刻地认识到，从来没有一个撤出美国军队的好时机。第三，阿富汗政治领导人放弃了，逃离了这个国家，阿富汗军队崩溃了，有的时候没有尝试战斗，如果有的话，过去1周的发展加强了现在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参与是正确的决定。第四，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在阿富汗部队不愿意为自己打的战争中作战和牺牲。第五，我们花了超过1万亿美元，我们训练和装备了一支约30万兵力的阿富汗军队，拥有难以置信的装备。这支部队的规模比我们许多北约盟国的军队还要大。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需要的所有的工具，我们支付他们的工资，为他们的空军提供维护，这是塔利班所没有的。我们给了他们一切机会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是为这个未来而战的意愿。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可悲地证明，再多的军事力量也无法提供一个稳定、统一、安全的阿富汗。在历史上被称为帝国的墓地，现在发生的事情可能在5年前或者15年后同样的容易发生。我们必须诚实，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在过去20年中犯了许多错误。我不能也不会要求我们的部队在另外一个国家内战中无休止的战斗，造成人员伤亡，遭受破坏性的伤害，使家庭因悲痛和损失而破裂。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不是我们美国人民想要的，这也不是我们的部队在过去20年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所应得的。8，我对我现在面临的事实深感悲哀，但我不后悔，我决定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并保持对我们在那里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恐任务的高度关注。9，我知道我的决定会受到批评，但我宁愿接受所有这些批评，也不愿意把这个决定传给另外一位美国总统，第5位美国总统，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正确的决定，对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国家服务的勇敢的军人来说是正确的，也是对美国的正确决定。这是大体上是这样，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电视讲话非常的专业，清晰的回应了当前美国舆论质疑的大部分的问题但是不包括我提出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从宏观上来讲，这个讲话完美的呈现了我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批评的短视和狭隘。美国总统不仅仅要终止错误，美国总统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愿景。美国总统不仅仅要看到当前的形势，美国总统更要看到长远的后果，这就是我批评的短视和狭隘。第三，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如果仅仅把它局限在反恐的任务当中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他花了1万亿美元
和2000多名军队的士兵，而没有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任务，花了20年的时间。所以，当拜登总统把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缩小到一个反恐任务的时候，这只能彰显什么？只能彰显过去历任总统决定做这件事情总统到现在现任的美国总统狭隘、短视而且愚蠢。这是第一。第二，如果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或者去完成它的反恐任务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的话，那美国就没有资格站在领导世界的舞台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拜登总统自己非常清晰地展示了美国的政治使命，就是民主、人权、自由这种普世的核心的价值观。可是这些普世的价值观不是说我在重点地区是实现的，你要在所有领域去实现，你才能够体现你的政治上的使命。如果有些地方要实现这个使命，有些地方不需要实现这个使命，这个核心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阿富汗也是一样。如果拜登总统不了解这个问题的话，他就根本不能够号召全世界跟随美国去实现普世的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政治使命。第四，从微观上来说，拜登总统的这番讲话，从微观上来说，所有人他没有回答美军的撤离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这么难看。他不是说美军不会从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的屋顶上撤离吗？现在就在从屋顶上撤离。美军为了撤离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和防备？美军是否考虑清楚，或者为他撤离的道德风险做出安排？没有。拜登总统的讲话当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回避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就是这一系列的错误，除了我讲的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拜登总统没有回答。这就是我对拜登总统这次电话讲话的回应啊。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啊。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开始显现啊。国家统计局8月16号公布了7月份的经济数据，普遍低于市场预期。统计局说，这是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啊和疫情汛情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叫傅林辉啊，他说，7月在高温、暴雨以及部分地区疫情散发的情况下，经济主要指标当月同比增速有所回落，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当属部分消费领域和服务业。那么数据显示，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是消费啊，就讲的消费，增长 8.5%， 比6月份回落了 3.6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最低。第二，工业增长 6.4%， 低于上个月的 6.3%， 啊，也是去年8月以来的最低啊。1到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3%， 啊，然后是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 5.1%， 增长 0.1%， 啊。这些数据我都不信啊！我为什么要念？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趋势，就是都在下跌。下跌多少？统计局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它幅度缩小，但是他通常不会把下跌变成增长啊。所以你看这个数据，你只需要看趋势就好了，程度你自己去分析啊。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说，7月份这个宏观经济数据还没有充分反映本轮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预计8月
那么数据将会呈现更明显的下滑啊。然后这个近期这个疫情在部分地区快速的蔓延，各地政府出台了2020年春季以来最严格的限制性的措施。本轮疫情可能要到9月中下旬才能得到控制，相关社交限制措施可能要到10月中旬才能解除。基于这一点，然后野村对第3、第4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预期比从前的6.4、5.3下调到5.1和4.4，对全年的预期由8.9下调到8.2。这是7月份的数据。7月份的数据实际上反映了疫情的部分影响，那么全面的影响要到8月份才会反映出来。那么另外，这个一些机构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这场经济的竞赛当中位置正在互换什么意思我们说一下，穆迪预测，从2021年第2季度开始，美国的 GDP 增长将会连续5个季度超过中国然后这个研究机构 Capital Economics 和牛津经济学院也认为他们认为这个趋势将持续3个季度纽约时报认为未来几个季度将是从1990年开始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首次持续的超过美国超过中国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引用美国商务部、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穆迪分析的数据推测今年第4季度中国 GDP 较去年只有 5.3% 的增长，而美国的增长应该达到了 7.1%这差距还是比较大。原因是什么？从短期来看，这个中美在这个疫情有不同的回应方式那么中国的方式就是封停，所以2020年中国在第1季度就跌了多少？跌了 6.7% 所以它封停然后呢后面呢中国就快速的恢复那么美国呢？美国在第1季度是增长的，因为它没有受到影响，然后第2季度开始下跌那但是呢，美国花的时间，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花了更长的时间进行调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依靠的是疫苗然后中国呢用很短的时间恢复，但是它一直受到疫情的袭扰。中国靠的是什么？中国靠的是封停。所以呢从短期来看，美国经济后面当疫苗已经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经济后面就一片坦途，而中国的疫苗无效，那么中国的未来前景，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不确定。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当然这里面还有2个因素要看，第一个要看疫苗，第2个因素要看什么？美国的基建计划刚刚通过，然后美国后面有一系列的这个投资计划，这对美国经济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将会由新兴的经济体回到美国这将会改变什么呢？改变资金流动的方向所以这对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一边，中国那边发生的更多的情况是什么？中国不断的对自己的各个领域的经济开刀这个一增一减中间就差别非常的大那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疫情。疫情很重要最近我们都会跟进这个疫情的报道国家卫健委公布8月16号新增确诊病例42例本土6例，全部都在这个扬州那么扬州的情况是什么呢？扬州的情况是8月15号下午，扬州卫健委发出的通报说，这个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生了院内感染，就是有3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生在8月10号的核酸检测中呈阳性
而且这些医生全部都接种了2剂疫苗，也没有在境外或者高风险区域旅行的这个记录啊。那么这个通报呢也没有透露这个病人是如何感染的，但是呢批评这个医院，说这个院感制度执行不严格，感控专职人员配备不足，发热门诊分布不合理，相关医护人员个人防护不到位啊。然后扬州大学呢附属医院分为东西两院，医生却不限于一个院区，他会经常在东西两院这个流动，所以呢，它就会出现这个两院如果防控不均衡的话，它就会出现破口。那么这是扬州当地第3条病毒的传染链。之前最早是什么？最早是棋牌室，这是第1次传播啊，第1次这个棋牌室的传染链。第2次是核酸检测点，核酸检测点是其中有个公务员啊，棋牌室是一个老太太啊，从南京回来这个老太太，然后到了第二个传染链就是核酸检测点啊，所以这个工作人员本身是一个带菌者啊。第3个就是这个了，这个就是医务人员的这个院内感染。院内感染当然更严重，因为医护人员接触的全是病人啊。那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是建于1960年，是扬州大学唯一的附属医院。那么在这次疫情当中，这个附属医院被列为定点救助备用医院啊，通常是传染病院是指定医院，然后还会有个备用医院。这个扬州大学的附属医院被指定为救助备用医院。那么医院的西院已经暂停接诊，全部腾空，然后改造，提供760张病床。那副总理孙春兰从8月11号到15号就没走，一直在扬州待着。那么15号离开啊，然后他就说这个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要求这个妥善解决外地人在这个滞留在扬州和流浪乞讨人员，就是乞丐啊，特殊群体的防疫问题啊。他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堆话。那么是不是孙春兰离开，是不是意味着扬州的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呢？我们现在还判断不了啊。那么现在有几个情况可以报告。第一个情况就是新疆啊，新疆阿拉山口市啊，阿拉山口市其实就是靠近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城市啊。阿拉山口市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那么这个阿拉山口是中国跟哈萨克斯坦的边境口岸城市啊。那么这3名无症状感染者很奇怪，找不到感染途径啊，又没有出境史，也没有出新疆史，也没有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他没有出新疆肯定没有了啊，也没有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还有无症状感染者接触，都没有。但是这3个人就感染了，所以现在感染源不确定，这是最大风险的地方。然后他这三位无症状感染者就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现在就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要做全员核酸检测，然后阿拉山口已经做第2轮核酸检测。哈萨克斯坦很严重啊，那么有76万人确诊，1万人死亡。那么过去28天新增21万病例，所以哈萨克斯坦疫情非常严重。这是新疆啊，新疆出现了3个没有症状的病人啊。河南商丘处分盂县城这个疫情防控不力的官员，副县长、卫健委主任医院的副院长，然后是这个一个政委书记，一个是镇长啊，全撤职了6个人啊，1、2、3、4，撤职了5个人啊。那么现在商丘新增的患者全部来自余城县啊。那么疫情爆发之后，郑州、商丘、许昌、信阳
鹤壁驻马店有30多名官员被问责就是撤职跟处分。现在中国在这一轮疫情当中，就是对官员的处分非常的快迅速那么只要表现不好，马上撤职处分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呢？这会造成各个地方防控的措施非常严厉，越来越严厉，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入纱帽最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就距离开学，现在8月中了，8月中马上要开学了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都要开学。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教育部的态度是，开学的安排以属地原则进行实施具体开学时间和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安排是叫什么？叫一省一策，因地制宜，一校一案，因校施策，适应不同的情况那么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的地区那么中高风险地区的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也暂缓返校，以确保教学开展的是有序、健康和安全的。不过有三种情况，学校不能够开学第一，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就是学校第二个，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第三个，应急预案和演练不能落实到位。然后就是中高风险地区所涉事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返校前21天暂缓就是要隔离21天那我们可以通过各地的这个疫情防控的通过这个各地学校开学的安排来分析当地对疫情的预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看到跟当地，因为每个地方它都要自己要有个预判你讲的再好听，你不开学说明什么？说明疫情还是很严重我们一个个讲，南京中小学包括中等职业学校、特殊学校、幼儿园9月1号暂缓开学返校，就是不能开学，也不要返校。至于在南京的大学，则在9月15号之前不安排学生返校，说明什么？说明南京的疫情还没有控制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扬州会延期开学，因为扬州有中高风险地区要按照教育部的指引安排开学，他自己定不了这个要教育部定江苏省这么说，他说今年以来一直处于低风险地区的区市9月1号可以正常开学返校。今年曾经出现过中高风险的区市要全域，就是整个市或者整个区转为低风险的地区，满21天才可以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这江苏省郑州原定8月25号中小学开学的时间推迟，延期返校时实施线上报到、线上教学，就是不返校，其实就是。那么至于各大学、中职、中专返校时间，按照河南省教育厅疫情防控部门统一安排，现在还没有时间，说明什么？说明疫情还不稳定郑州大学8月3号通知，已经放假离校的学生未经学校允许，严禁私自提前返校。暑期师生返校具体时间和要求以学校通知为准，不得提前返校。这郑州大学。河南省高中就是河南省大学就是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定9月15号之前不开学，所以河南省的疫情还不确定张家界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时间统一调整为9月1号以后，具体开学时间另行通知。所以张家界已经延后开学时间。云南中高风险地区暂缓开学返校，低风险地区的师生需要在开学14天前返回属地。同时，省各地暂停举办大型活动，如培训、竞赛、军训、展演等活动。那么云南应该是解告区在高风险。武汉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含中等职业学校9月1号正式开学，如果需要调整另行通知。荆州8月15号12时转为低风险地区，所以呢，长江大学宣布就9月6号开始军训，研究生9月6号开始正式上课。北京市内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如期开学，9月1号开学。如果学生和老师、员工所在区是中高风险地区，则暂不能回北京，要待降回到低风险才可以回北京，而且要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回校前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清华大学学生到校后要遵守进出校园的规定，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不离京。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上报到校前至少连续14天出行轨迹和健康状况。广东省9月1号开学那么所有师生要在开学前的14天回到居住地，减少外出和聚集，开展自我健康管理。外省师生到达广东后进行一次核酸检测，12岁以上无接种疫苗的学生要主动及早接种疫苗。开学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为什么？因为学校是个高度聚集的城市区域那么而且全部都是学生跟老师，所以如果学校爆发疫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开学是个非常谨慎的决定开学的决定是绝对是有风险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不能够冒任何风险。然后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讲一个跟这个有关的吧人民网8月16号发了一条稿子这条稿子很特别，这条稿子就是为张文宏准备的。他说什么呢？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举行例行的会议，共同分析研究一例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治疗方案人民网发了一条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讲的是这个上海的这个医疗救治专家组开会分析研究一个重症病人的这个方案。这有没有新闻？当然没有新闻性他天天都干这个事情，你跑来报道这干啥？然后你仔细看一下他配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中间坐的谁呢？中间坐的是上海市卫健委的主任，叫邬金雷邬金雷的右边坐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最近这个一直备受关注的这个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但是整篇新闻稿里面没有提张文宏这3个字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这个专家组成员表示，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就没有提张文宏的名字。这篇稿子出来，然后就是各大网站都在转载这篇新闻稿，而且都点名把张文宏的这个名字点出来，说原来张文宏在这篇报道里面，人民网报道他了。人民报道他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没什么问题，就这个意思。但是呢，
基本上这算是为张文宏最近遇到的各种麻烦来解围，但是又不想搞得太明显，就用这种方式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讲最后一个议题啊，一个是吴亦凡，吴亦凡批捕啊，那么7月31号是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然后北京朝阳区检察院8月16号宣布吴亦凡已经被批准逮捕啊，这是一个啊，非常简短啊，前后总共就是刑事拘留到这个批准逮捕，总共这个过程前后17天，非常的快啊。那么有律师认为，这么短时间批准逮捕，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犯罪证据比较扎实，几乎不可能取保候审啊，所以吴亦凡可能会继续被关押，这件事情可能就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啊，这么短时间就这个批准逮捕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演说行业协会啊发表文章指，吴亦凡事件在网上爆发之后，呈现在公众面前是一个罔顾法纪、肆意妄为、金钱至上、随心所欲的明星啊，然后就开始往身上这吴亦凡，之前还说吴亦凡爱国啊，现在吴亦凡就开始，吴亦凡的这个影视、音乐、综艺作品已经下架啊，反正这件事情呢，就啊。当然，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网红杜美竹啊，6月份开始爆料啊，讲这个吴亦凡诱奸，然后就持续的发展，最后这案情的发展超出所有人的所料啊，就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果。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最近遇到麻烦的叫张哲瀚啊，30岁的演员张哲瀚，然后最近在这个《山河令》演这个周子舒爆红，结果被人挖出来曾经去过这个日本靖国神社拍照然后现在就各种亲日汉奸啊，虽然他已经公开道歉，但是他已经他的所有的作品全网下架，代言的26个品牌全部解约，然后这个官媒中纪委。然后这个水军网络水军全面攻击啊，基本上他应该就他的演艺事业在中国应该就结束了。然后虽然如此，你看看另外一个高晓松高先生呢，最近呢，在中共建党建党百年的纪念活动当中，高晓松挺身而出啊。做了一些这个表演，就是帮共产党说说话的表演啊。尽管如此，但是他仍然没有被放过啊。然后这个说某一年啊，就有人挖出来，找到这个8月15号是日本2战投降纪念日啊。然后就有人找到了这个高晓松曾经参拜过，在某一年的8月15号。去参拜了日本靖国神社，而且录制了这个视频啊，谈自己的感受啊。他说这个当天神社有不少的人啊，他认为这些人是在祭奠自己的亲人，而且他说啊，当然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人是亲人，我爷爷我爸爸就是进去祭奠他的爷爷他爸爸，那是为了为国战死的嘛，也不是战犯，就讲了一堆这样的话。然后高晓松现在遇到麻烦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文革嘛，文革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人的历史都会被人揭发翻出来，然后就按照现在的标准把你以前的行为批斗一番。文革就是发生，这就是文革，文革就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以前是直接用肉体上城市开批斗会。现在在网上开批斗会，差不多啊，形式进化了一点。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今天上午的节目之后呢，有很多人发表意见啊，有支持，有反对，有五毛，有各种有各种。我也看了一些也有删了一些那我在这里要声明2点。第一点，我们有很多的五毛的攻击，我们遇到很多五毛的攻击那么我也会删掉一些五毛的言论，我不会把我们的评论区变成五毛的阵地这是第一个。当然，我们删的不完全是这个五毛还有一些谩骂，还有一些网友出言不逊，我也会删掉还有一些歪曲事实我根本没有讲的话来攻击我也会删掉。那么有人说我这个叫什么，就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我在这里澄清一下，我就是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那么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也有不听不同意见的自由，我在这里也这么说，我在推特上也这么说你可以发表你的不同意见，但是我不是来听你不同意见的我这里讲清楚这一条，好吗？不要要求我，不要拿着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我我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明谢 Steven 徐谢，请王舍喝冰红茶解暑，为王舍今早的直播喝彩，一针见血，振聋发聩，谢谢。Mike 猪谢谢，李志毅谢谢，支持王老师。美国这样算计，不打局部战争就等着打世界大战嘛？可能是08年后世界经济常年不振的结果，有吗？陆晨谢谢，澳洲 ABC 也少见问责阿富汗美军撤军引发的灾难谁负责？王先生分析总能击中要害，水平高，谢谢。Michelle 刘谢谢，林继安谢谢。情绪以前搜寻过塔利班的所作所为，看过一次以后就不敢再看。现在看来，从美军宣布撤离时开始，就预告着失败。让敌人知道自己的行动计划，这是弱智的军事行动。我相信，就算美军不参与战斗，只要美军的驻军在，阿富汗的军队就会有信心和塔利班作战。美军宣布撤离的时间，等于是让阿富汗人民和军队倒数着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这种情况下，军队放弃抵抗，再正常不过。有能力制止世界上的恶行而放任，这是道德的败坏，所有文明国家的耻辱。我就不想再讨论了，因为我在今天上午的节目，我想说的我都说过了那么有人去讨论一些细节，老实讲，我觉得大家在讨论塔利班、讨论阿富汗前途的时候，大家最好去看一下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统治阿富汗这段时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先把那个看完，然后再来讨论。很多人是没有看那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不久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这个为前提，我们才有讨论的前提。如果没有看过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基本上没有讨论的前提，好吗？情绪必须为老师今天的评论鼓掌，真正客观尖锐的批评，展现铭记风采，终于明白什么叫用笔作剑，揭露实弊。老师保持风格，让我们了解更多世界新闻背后的问题。我想知道怎么打赏，有人能告诉他吗？好吧。情绪阿富汗，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时候，看着他们掉落的人和人间，随着这响声全部烂成碎片。上帝视角的人眼里和心里，这些鲜活的生命不过是数字，和不配拥有上帝视角他们拥有的生活的权利观点：美国当年抛弃国民党，说国民党腐败，
导致大陆沦陷，4亿国人沦为 CCP 的战利品。后来韩战又不得不参战，死了多少美军？如果把韩战死的美军放在中国大陆，大陆绝对不会沦陷。越南西贡造成多少难民去了香港？ CCP 在香港作恶，西方世界噤若寒蝉。今天又是阿富汗，面对邪恶的进攻没有退路，只能用枪杆子和他们说话，他们只相信暴力，也只能用武力才能让他们消失。我一直认为西方国家没有学会，没有认真的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面对邪恶的组织。他们研究的是什么？他们研究的是这个我怎么战胜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军队。他没有研究什么，没有研究我们怎么面对一个邪恶的组织。他不用正常的模式和你交战，不用正常的模式和你对抗，他们全部都是玩阴的。西方国家到现在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认真去想这个问题，他们做的全部都是大陆货，所以他面对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反恐战争打不赢？反恐战争其实是一个失败的经典案例，讲的是什么？西方世界拥有最强大的武力，但是他们根本找不到敌人，这就是他的问题，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恐战争肯定是政治、军事、社会、地缘政治各个领域要同时进行才行。如果你只进行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恐怖主义，那就是缘木求鱼，这没有找到重点。观点，我为上期的节目感到骄傲。先生说，他们在做的就是他们反对的价值观。如果是这样，是否这个世界以后不再需要普世的价值？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目前所作所为感到痛心。但即便有一天民主不再被人提起，愿我们内心仍然会背负民主自由之旗前行。说得非常好。我为什么要这样批评？就是因为我还抱有希望。我批评中共吗？我当然不批评。为什么？没有意义啊，对吗？提问：王先生之前讲过变恶龙的故事，今早的节目中，王先生言语中满含义愤。请问王先生，现在是否还坚持对待魔鬼用君子的手段？另外提一个感受，王先生是一个人，有很多看客，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连人字都不配不上。我不同意后面这个啊。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用君子的手段对付魔鬼。我说过，我们不可以用魔鬼的手段来对付魔鬼，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用君子的手段对付魔鬼。我认为西方世界要好好的研究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对付魔鬼，理解吗？好不好？观点：拜登政府的民主党会为阿富汗危机而付出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代价。我相信在民主党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尤其是民主党现在选票为各类新移民和有色裔，走着瞧吧。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我没有研究。观点：美国固然有道义责任，但从另外一面讲，美国是否在国际和阿富汗国家层面同时赋予了相应的执行权力？美国占据日本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是比日本天皇更高的存在，才得以推动日本社会向民主的转型。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美军驻阿富汗的司令官应该比阿富汗的总统的权力还要大，这个我不觉得会意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个司令官还能当下去吗？观点：美国撤出两匹饿狼，在虎视眈眈阿富汗这块肉，好戏在后头。这是看客心态啊。
观点：军事上的撤退可以先发动一系列的攻势之后再撤出。美国情报部门既然已经预计到阿富汗政府军撑不过半年，撤退的时候就应该发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然后再撤，这样的结果会不一样。在军事上，我觉得美军想做什么都可以，美军做什么都可以，但问题是什么？不是美军做不到，他根本没有做，没有安排美军去做而已。你想是不是个道理？以美军的实力，他在阿富汗做什么会做不到？那是不可能的。核心的问题是，指挥这件事情的人根本没有这么安排。观点：阿富汗27岁首位女市长贾法里声明，现在就坐在家里等着塔利班抓捕处决。阿富汗知名的电影学博士、女导演萨拉卡利米拍下自己在喀布尔躲藏画面，向国际求救。在美国控制的20年里，已经可以让一个小女孩能够正常接受教育，甚至能够上大学，能工作。阿富汗200万职业妇女跟受教育女性面对神学式就是塔利班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伟大复兴，将无法正常为自己的工作、接受教育，成为政府和国家的财产。这个话也太绕了吧？你让我怎么念啊？我解释给大家听啊。过去20年，美军占领了20年，20年阿富汗的女性终于可以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然后去工作啊。那塔利班来了以后，这件事情将会被改写啊。塔利班在阿富汗做的事情做的恶行罄竹难书啊，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些人女市长也好，这个女博士女导演也好，他们为什么要求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啊。那么有一些人在说美国不是美国没有无限的责任，美国美军只是美国总统只是为了美国人服务等等，讲这种话，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川普就是这么干的，川普就是这么干的。你看看这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你不要再跟我提这样的话，再提这样的话我直接会删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早就证明了，事实早就证明了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总统只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美元就不可能成为交易货币，美国就不可能取得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利益。所以你不能够两头都站着，你这头有领导者的利益，这头不承担领导者的责任，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不再讨论这个议题，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讲了10000次，我不想再重复了啊。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个议题上还需要讨论，你去跟别人讨论，我不跟你讨论，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塔利班的胜利是否意味着中国拿下了一局？跟中国拿下，这是中国拿下的吗？你生怕中国没得到好处是吗？我不觉得中国拿下了一局。中国当然，你现在看中国的媒体一片欢腾，无数次的中宣部被打脸，但是他没关系，他默默把另外一面转过来。塔利班的胜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两个恶魔在一起不一定等于2个恶魔，可能他们会互相撕咬的，不一定啊。所以不着急，我们放长双眼看一看啊。提问：王老师觉得美军应该继续在阿富汗存在下去吗？撤军是一个错误吗？好问题。美军以这种方式撤军肯定是个错误。美军是不是应该在阿富汗继续存在下去？我认为美军不能够只看
把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当做一个反恐任务。如果美军只是把美国把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把它定位为反恐任务的话，它当然没必要在阿富汗存在。为什么？它阿富汗存在就是当年反恐战争的结果。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定义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当然你没有必要在阿富汗存在。但是你在阿富汗存在了20年，你在阿富汗已经存在了20年，你不要考虑更广泛的价值吗？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展开来讨论。我们今天不讨论啊。观点：拜登的失误是错估了阿富汗政府军的信心，美军决定撤，他们的信心就崩溃了，不可能抵挡斗志强大的塔利班。我经常讲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按照人数来衡量的话，那当年中共是怎么赢的呢？对吗？邪恶的组织之所以邪恶，它肯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这种异于常人的地方就是它强大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军不会不知道阿富汗军的想法。阿富汗军很简单，他打不赢塔利班。你说30万，其实这30万可能10万都不到。为什么？吃空饷啊，腐败。所以在阿富汗，如果你仅仅是考虑军事手段的话，意味着失败。为什么？你给他准备了30万的军饷，实际上他10万都不到。你发钱是发30万的军饷，可是实际上这30万的军饷，这个吃空饷吃掉了。所以阿富汗政府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的部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腐败。所以你其实在美军在阿富汗的20年蹉跎了20年。为什么日本战败，麦克阿瑟在日本对日本的改造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军事手段当然很重要，但是主要是政治手段。美军在阿富汗仅仅是采取军事手段，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阿富汗军队不战而降，这就是美军的失败。不是拜登总统在讲话当中讲到这是阿富汗政府的失败，这是阿富汗军队的失败，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讲话不公道。这是什么？这是美国政府的失败，这是美军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原因你根本就搞错了这个定位啊，对吧？观点：今天塔利班的神速进展是土共幕后鼎力支援完成的，甚至有新疆的特战人员加入。美国人太幼稚太善良，又在说这种话啊。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啊，我不清楚中共有没有加入这个塔利班啊。不过呢，天天说美国人太幼稚太善良了，我觉得不靠谱啊。为什么？谁比谁傻？他会犯错，他犯错通常不是因为太幼稚太天真，是因为什么？误判才会。这个世界谁会幼稚天真啊？观点：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美国既然是最强大的国家，那就应该向更好的想法去面对流氓国家，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应该有的样子，非常对。观点：塔利班的重夺政权构建了一个局势，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沿岸，中间出现了一个完整连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CCP、东朝鲜的连贯的邪恶地带，让邪恶地带的势力既可以在西端地中海心脏地带攻击欧洲，也可以在东段攻击美日等民主国家。这可能比2战前的局势更严峻。这个视野很开阔啊。提问：台湾人应该以什么态度来看待此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啊？你去看新华社的稿子，新华社有，环球时报也有一篇稿，讲台湾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好吗？啊，我不说，你自己去看，好吧？观点：正义在邪恶发展的时候不一定能对抗，就像各种小说里说的，正义总会在各种利益纠葛、
道德约束、利益计算，这样反而让邪恶充分展示它的邪恶。只有所有的人民认识到邪恶，正义才能不择手段地消灭邪恶，这是人类的本性和文明发展的规律。CCP 如此快地和塔利班狼狈为奸，就是向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展示了什么是邪恶。这将加速团结民主阵营一起对抗 CCP 为首的邪恶，将一些犹豫不定的国家加速推到民主阵营，一边携手去消灭邪恶。这里面有个悖论啊，什么悖论？就是有些推特上的一些悖论呢，讲什么呢？讲台湾人自己国家自己救啊，就其他靠不住的。其实这个悖论里面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悖论里面是非常非常邪恶的说法啊。什么叫邪恶的说法？当然，台湾人民要发愤图强，要建立自己的新防，要建立自己的国防，要强大自己的军队，这个没有错，这个所有的动作必须做。自救者才能获得别人的救。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什么？让台湾去拒绝其他国家的支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里面包藏祸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让台湾人民自己去面对中国大陆，我相信有一半的人会投降。为什么？台湾只有2300万人，你才有多少军队？中国大陆有多少？中共有多少军队？这根本是不对称的战争。所以不能够，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新华社也好，这个有些推特上的有些言论也好，它里面是有导向啊，有带风向，它就是告诉，它就是要把这个引到刚才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要引到那个上面去。意思是什么意思？美国是不可靠的。其实结论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为什么讲，在阿富汗这件事情当中，拜登政府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拜登政府用这种方式的撤离，会给美国的战略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什么？你马上就可以看到，马上就有人在开始讲，美军是不可靠的，美国是不可靠的，台湾人你不要相信美军，也不要相信美国，这就是战略利益的损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些说啊，台湾人我为什么今天要批评这个王丹的那番话？我认为他反智。作为一个历史系毕业的政治又学过政治学的一个这样的，做了这么多年政治工作、政治研究工作的人，如果连在这个问题上都看不清楚，我真的非常的失望啊！台湾要面对什么？台湾面对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讲，阿富汗政府军面对的什么？你去看一下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干的事情，你就知道为什么阿富汗军队会投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仅仅是玩文字游戏，我们没有讨论的意义，对吧？观点，昨天看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历史。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的发生是因为激进的政治任务施压，后续处理时隐瞒真相，也带来了乌克兰和整个欧洲人民难以计算的灾难。这次武汉疫情也是一样，隐瞒真相造成全球灾难。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在1986年，5年后苏联解体了，相信 CCP 的结局也会迅速到来。 OK， 观点，走在路上遇到恶狗怎么办？弯腰捡一块石头你就安全了。台湾人想保护自己普世价值观、文明自由的生活，时间方法已经不多了。我能想到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立法全民拥枪，这是对付恶魔有效的办法。我不再宣扬暴力和恶魔野蛮，讲文明、讲和平、讲自由，只能说明自己愚蠢。恶魔提出超限战，什么是超限战？自己动脑子想想。
看看75年越南，看看现在的阿富汗，看看中共发言怎么胜战塔利班。台湾当然要依靠美国，台湾的前途必须依靠美国，但是台湾自己也要自救，台湾要配合美国，让它自己更有价值，让它更有价值，为美国所救，所以这就是台湾的前途。台湾要自救，但是同时台湾也要依靠美国，这才是政治现实啊。观点 America is back 看起来是讽刺的很，这么丑陋的撤军，抛弃阿富汗的盟友，本质上指导思想和 America First 没什么区别，反正我只选了，管他别的地方洪水滔天。观点，美国如果要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文明而战，需要民意支持，非总统个人所能。另一方面，从阿富汗角度，如果明知3个月之后必败，今天继续战斗与牺牲的意义确实成问题。综上，此番败局在之前美国扶持的政府未能实现其愿景时就已经确定。美国不是没有出力，但是效果不好。部分如王老师所说的，美国没有找到对付流氓的办法，部分是阿富汗人的问题，他们的合作失败了。提问：美国能把拉登和 ISIS 头目揪出来，就不能干掉塔利班的头目吗？实在不解。有道理哦。对啊，你为什么不干掉？没有干掉他，他都跟他谈判，怎么干掉他？对吗？他不会去干掉他，为什么？美国是个文明的国家，你跟别人谈判，你能把他干掉吗？我想是这样了啊。情况今早新闻业推送，锤子手机罗永浩也被挖出2013年发表过亲日言论，估计也危险。情绪，张哲瀚也是够倒霉，自己是小粉红，反而自己又一次被制裁了，大讽刺。粉红永远学不会，自己才是最后被制裁的，不是粉红的人，反而是安全的。老舍、巴金、彭德怀最后都死于自己开始的歌功颂德。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所有人都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你要为你过去的历史承担所有的后果，你过去的历史是不可控的，已经发生了。文革，这就是文革，这跟文革一模一样。情况，本人在郑州边上的小镇，就是国道边上的矮房子。这2天县里领导来检查防疫，镇里把路两边用铁丝网全部拦起来，只留村子的检查点可以出入。这一封把村里唯一的超市的门也给封了，买东西要绕到检查点，绕到检查点再去超市，差不多400米的距离要走，而且只能走路边高低不平的路，电动车在上面走都很危险。这一点不顾村里腿脚不便的老人，这些当官的人看到人民这样的窘迫样子很开心吗？还是全力让这些人变成了弱智？铁丝网一拦，像极了集中营。观点，我只能说拜登今天的稿子很工整，画了一个虚的撤退红线。美国纳税人没有保护世界的义务，但是美国作为世界自由的灯塔也有这个责任，全世界也需要他这么做。这不仅仅是所有民主国家需要思考的，也是所有公民需要认清的这份和平、自由和它的脆弱。最后题外话，我认为需要重组世界联合，以人权、自由和民主为基础，就像北约对苏联来定义新的使命，非常对，非常对。观点，西方先进文明的社会风气一直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欧美和日本这些引领人类进步的国家应该开始反思，以后一定要变成防小人，追求结果正义，不要只追求程序正义，因为对付恶魔一定要优先追求结果正义，程序正义有的时候不重要，以暴制暴是消灭恶魔的最好手段。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议题很复杂，但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也很危险，你可能变成那个杀掉恶龙的那个另外一条恶龙啊。观点，美国最大的失败的原因是只提供武力，没有实现国家的建构。成功的国家建构才能帮助一个被恶魔胁迫的国家，这需要外部的力量和自身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恶魔，打败恶魔。非常对，所以其实我们网友都知道答案。
请问王老师所说的国内可以听到的那个软件怎么拼写，在哪里下载？好吧，请美西给他发个链接好吗？情绪刚看完王老师做的阿富汗节目，对于王老师节目最后有一段的总结，想给王老师点个赞，谢谢王老师的一针见血，谢谢。观点，我想收听老师节目中，很多人跟我一样，有时会陷入深深的负面情绪，时常为我们的国家和那些难受的生命掉下眼泪。我们自责，有时候无助，想走开又没法离开。还记得《肖申克的救赎》吗？安迪用了19年能够挣脱牢笼，因为他一直心存希望，并且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技能。希望像是心中的一粒种子，虽然特别小，却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请大家对自己保持希望。如果你想离开，努力磨练自己的技能，多读书，多学习。我相信，当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愿景的时候，这个愿景会化为动力，使得我们改变。正如电影里所讲，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人间至善，美好的事物永不消失。尽管生活艰难，但只要心中有希望，我们仍然有选择。我念的我都鸡皮疙瘩出来，非常好，很感动，谢谢你，非常感谢。观点：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位置，就好比日常生活中的邻居。作为邻居，不能眼看着对门男人对老婆孩子家庭暴力，却说这是人家的家务事。美国在国际上有义务，就像我们在路上见的犯罪行为要见义勇为是一个道理，非常对。观点：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一，对任何邪恶势力，国家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对于任何邪恶势力的攻击，必须以10倍的力量立即反击回去，让邪恶势力付出邪恶的代价。二，民主国家必须开化邪恶国家被压迫民众，发动邪恶国家的民众从内部共同用力干掉邪恶势力。非常对。提问：台湾人感谢王先生给我们创造一个心灵的港湾。英语区没有多少人关心中国，华语区95%以上是五毛。作为少数的人群，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就是要坚守啊！我也是5%的人坚守啊，坚守，然后我们就变成了10%、15%、20%，我们会越来越强大啊！观点：刚看完王老师上午的节目，非常震动。希望王老师把上午关于西方伪善的内容做成一个中英文的演讲，能够传遍全世界。我们很快会有，请大家知道我们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字幕组非常辛勤的工作，而且他们的效率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字幕通常会在节目出来的2-3天就会出来啊。制作节目需要时间啊。所以呢，他们非常辛劳的工作，为我们节目增添光彩。我非常感谢节目组的工作。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节目是有字幕的，你往前看，我们的节目都有字幕，好吗？那么，而且很多字幕，因为这是这个谷歌提供的服务啊。鸣谢积木真优美，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